大家好，美中关税战开打，波及中国的各行各业，再次出现倒闭潮和失业潮。失业的年轻人抱怨能找到的工作工资水平大幅下降。应届大学毕业生则找不到工作。据了解，直播和服装行业的重镇杭州，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出现倒闭潮。网传的影片显示呢，某一栋大楼里面有90%的公司倒闭，人去楼空。还有影片显示，杭州原本繁华的街道上，店铺基本全部倒闭了。今年关税战又开打，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倒闭潮和失业潮。化名妮妮的杭州失业主播表示，2023年他大学毕业，就到杭州找到一份主播带货的工作，当时每月底薪是8000块。由于电商公司不断倒闭，他不断的换公司，上一家公司说他体重没有控制好，直接裁员。现在他能找到的工作，工资回到了他入行的水平，让他难以接受。杭州失业主播妮妮说，女装是70%-80%的退货率，男装的退货率是70%。很多主播都在失业。今年工资是降维式的打击，我去年能要到16000、18000的一个保底，提成是3%，最高一个月都拿到8-9万。昨天晚上播珠宝面试通过了，给我8000块的底薪。义乌电商老板林晨说，电商倒闭率99%，罚款、退货、滞销太多了，现在关税那么高，都没有什么订单。2023年的1/10都不到了，裁了几十号人。以前运营做得好的，一个月都拿几万块钱的工资，本来就是赚提成，也下降了，有的人他就不干了。王岐山说呢，中国人吃草可以活1年啊，不害怕贸易战。且不说王岐山说这个话有多么不要脸啊！这边网友说，大包，今天纪检委查了4个官，重庆市委陆克华，甘肃省副省长赵金云，政协经济委员张孝廉，建设银行副行长张更生啊。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张更生啊，大家就知道王岐山是什么人了。中国人能不能吃草活1年呢？还不反抗我不知道，但是中共的维稳体制已经受到影响了。中共的基本盘就是体制内的人啊，也就是公务员。体制内的人，这些中共的维稳机器也能吃草活1年吗？随着经济萧条，当局的维稳经费也在缩水。住在北京的异议人士季风日前对记者表示，政府公务员不让大吃大喝了，这条线因为资金紧张被断了，看管我的国宝现在报销都成问题。现在他们都是这样，自己必须垫钱，垫钱完了呢，报销有的时候要半年才能报销，他们就不愿意。以前可以先借钱后报销，现在不让借钱了。季风还说，以前国宝说来北京就来，而且可以顺道玩上10天半个月，现在匆匆忙忙2天就走了，还必须先请示，上面批了才让去。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萧条已经开始影响中共的独裁统治了。关税战、贸易战呢，说白了就是10个锅9个盖啊。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都是捉襟见肘的，经常就是赤字啊，就是借钱过日子嘛。但是呢，一般呢，民主国家它通过税收拿走民众
比方说3个锅盖呢，还要通过福利返还2个锅盖，也就是说政府也就消耗1个锅盖。但是中共呢，10个锅盖他能拿走锅盖，而且中国人也没有得到什么很好的福利啊。就是中共把钱抢走之后，他拿去贪污，拿去腐败，拿去维稳，拿去镇压中国人呢。那10个锅5个盖怎么过日子呢？中共拿走一半呢。美国和中国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那不就等于中国从美国偷走2个锅盖才能过日子吗？那现在美国不让中国偷了，不让中国抢美国的钱，急眼了。美国和中国一个锅吃饭，就等于在支持中共的独裁，维持中共的独裁统治啊！现在美国不跟中国一个锅吃饭了，中国吃不上饭了，应该找共产党去啊！因为共产党抢走的太多了，美国没有义务养活中国人啊！中国这种抢劫美国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不是川普，他也得是别人来干这个事情啊！中国就得回到自己的锅里吃饭，共产党抢的太多了，中国人要推翻共产党才能过上好日子，不能指望靠美国人养着呀。我们把我们的听床体系给完善一下，就是我说的这3大元素啊，习核心、习思想，2个确立呀。常委呢说一次给4分，这3大元素啊，政治局委员给2分，省委书记给1分呢。如果3大元素什么都不提呢，只提一下细胞子，就给一半的分数啊，就是常委2分，政治局委员1分，省委书记0.5分啊。我们看一下常委这个礼拜呢，集中出现了1次之后呢，今天我没有看到常委有新的公开报道啊。这些常委的表态呢，基本都是2分、4分，只有王沪宁呢突然抽风了一样啊，来了一个12分啊，全雷打，废话不多说啊，上来就把3大元素给复述了一遍。另外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蔡奇已经连续11天没有出现了，不知道是不是抓了，还是就是回家写检查去了呀？过2天还能出来啊？我们先关注一下4个直辖市呢，加上广东和新疆啊，他们一般活动比较多啊。陈吉宁4月23日参观上海车展，说了一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包子总书记关于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啊。这个按照我们的标准只能得1分啊。政治局委员呢，满分是6分。3个元素都说满呢，我们给他6分，他就提一句细胞子，我们给他1分啊。目前也就是马兴瑞啊，突然抽风表演了1次啊，他也没有像王沪宁那样支棱起来啊，把3个元素都说满，说了2个，其他政治局委员这6个诸侯啊，都是不咸不淡的，还有0分啊。4月23日呢，黄坤明到广东省河源市调研，黄坤明提到了1次习思想啊，这是正经的这个完整表述啊，坚持以细胞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啊，给我们表演了一个2分啊。我们把这个量化呀，这个表态的力度啊，就一目了然了。如果有政治局委员突然把调门升上去，我们就一下子就能发现了。如果政治局委员呢集体把调门升上去啊，那就是细胞子重掌大权了。现在暂时还没有发现这样的迹象啊，细胞子还是在下台的边缘转悠啊。4月24日呢，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委组织理论学习，尹力提到过1次习核心呢，这个挺包力度是2分。4月24日上午呢，重庆市委召开区县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例会，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呀。袁家军他就是提了一句细胞的，这是1分的表态啊。4月23日呢，天津市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陈敏尔呢他提了2句细胞子，这就是1分的表态啊。4月22日，马兴瑞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经河县调研啊，马兴瑞只字不提细胞子，表演了1次0分，这个还不是很直观呢。我们看着
我给他们算个平均分啊，满分是6分，吹捧习包子说满了就是6分啊。这6个省委书记啊，政治局委员的省委书记啊，平均分基本在1分到 1.5 分之间呢。马兴瑞呢，可能发现自己说的过头了，又表演了2次0分啊，把这个调门给降下来了。我还以为这马兴瑞是最后的孤忠啊，这不行啊，怂了呀，还是没有常委厉害啊。一共就17个非常委的政治局委员呢，何卫东被抓了，还剩下16个。除去这6个政治局委员呢，还有10个政治局委员。这10个政治局委员呢，他不是天天都出来。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张国清这4名政治局委员没有最新的报道啊，其余6名有活动。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李书磊在山西太原出席第4届全民阅读大会并讲话呀。李书磊提了深入学习实践习包子文化思想啊，这个挺报力度呢是1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24号在北京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啊，这是1分的表态，他提了一个习包子主席啊。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4月24日在北京启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专项行动部署会并讲话。何立峰啊，这是个0分表态啊，只字不提习包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会见瑞士联邦兼外长卡西斯啊，王毅和何立峰一样啊，表演了一次0分表态啊，外交场合都能只字不提习包子，没有什么习包子主席啊。刚才李鸿忠还说一个习包子主席啊。第20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23日在浙江杭州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陈文清提了一个习包子主席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习包子现在这个政治行情啊，整个4月份敢站出来啊，把3大元素习核心、习思想2个确立说满的人啊，只有一个，就是王沪宁啊，最后的孤忠啊，这习包子的热泪盈眶啊。6大诸侯呢，4个直辖市加上广东、新疆啊，在6分为满分的舔包分数中呢，平均分是1到 1.5 分。目前呢，16个政治局委员中已经有5个人，包括何立峰、张又侠、王毅、尹力、马兴瑞，表演过在一篇的报道之中可以只字不提习包子，彻底把习包子下架了呀。张又侠应该早就有了，他就一直不搭理习包子。有的时候这些政治局委员他只是出来打一个卡，和别人一起啊提个名字，不是单独的报道就没有表态的机会呀。所以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和他的老婆何晶的表态完全是政治投机，知道习包子下台了才敢骂习包子，不然疯了，习包子大权在握，怎么可能骂习包子？舔包还来不及呢。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转发痛批习包子是黑帮老大的文章啊，事情已经过去了3天，但是此事并未降温，还在持续发酵。何晶在舆论的压力下，不但没有退缩，把贴文删掉，而且还加把劲儿，于23日转发另外一篇批评习包子的文章啊。分析认为，何晶继续对习包子穷追猛打，反映了他此前转发习包子是黑帮老大绝对不是一时兴起呀，他毕竟是前总理夫人呢，怎么可能由着性子来呢？很可能是他得到了中共高层的默认和授意。他此举说明新加坡已经明确表态站队美国，并以隐晦的方式向东协其他国家喊话，不要站错队啊。
4月23日，何晶再度于脸书转发另外一篇批评细胞子的文章。此前他转发的如果细胞子过去12年没有成为一名黑帮头目，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将会更大的文章引发了舆论风波，被中西方媒体热烈报道，其脸书留言也出现了民众留言要求他删掉贴文，不要给新加坡制造麻烦。但是面对舆论的压力，他不单没有删帖，只不过是把贴文设置为不公开。何晶的贴文还配上了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呢。照片中，细胞子戴着口罩，孤独地坐在椅子上，表情看起来有点失魂落魄，与细胞子现在的处境有点相似啊。这真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啊！我必须不要脸的自吹自擂一番啊！我2024年8月15日就说了，细胞子下台了，李强代理总书记，张又侠代理军委主席啊。我只是早说了8个月啊，现在就是人走茶凉啊。细胞子已经下台了，只是暂时没有公布而已啊。还有3个月吧。所以中共这个任期制啊，还勉强能被其他国家接受。谁认识退休总书记是谁啊？东南亚、新加坡呢，这些国家他们不会在乎中国是独裁还是不是独裁啊，只要不把触角伸到全世界去祸害他们就行。细胞子如果能够继续终身连任啊，肯定会祸害全世界啊。那2任就下台，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祸害还小一点，别人还能凑合跟你过。细胞子这样折腾呢，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最后是世界的笑柄啊。有分析认为，何晶把这张照片作为一个形象放在文章中间呢，可以说挑衅的意味极强，对中共的打击应该也是不小的。何晶相当于在对整个东协用比较含蓄隐晦的方式喊话，就是新加坡已经做出了选择，其他东协和伙伴们，你们应该看清楚这个大势和走向，千万不要站错了队啊。何晶呈现出继续要追打细胞子毫不放松的态势，就是说何晶可能得到了中共高层明确的支持，甚至是授意。何晶非常确定细胞子已经不可能翻身了，不可能对何晶以及淡马锡造成任何的伤害，何晶才会如此不依不饶的指着细胞子继续追打。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张庚生啊，就知道王岐山是什么人啊。他为什么能够说出吃草活1年这样的混蛋话呀？1996年12月到1998年9月，36岁的张庚生担任中国建设银行三峡分行的副行长。当时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就是王岐山，那么张庚生是不是就是王岐山提拔的呢？是也不是啊。张庚生早期担任建行时任行长周道炯的秘书。1984年12月，周道炯从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的任上空降建行，出任行长，直到1994年调任国家开发银行，后来不就是陈元嘛，陈云的儿子。他曾经出任证监会第2任主席，后来担任建设银行、建设会主席等职务啊。张庚生呢是周道炯的秘书，周道炯是周子健的秘书啊。周子健最早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副处长，就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指挥白区党的联络员啊。1950年，周子健担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党组书记，是该局的首任党组书记啊。当时局长是所谓的民主人士担任啊，他是中共党员嘛，所以担任一个副局长兼党组书记啊。他是接受周恩来、陈云、姚依林等领导啊。这王岐山
天生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和薄熙来一样就是废物啊。王岐山这个建行行长，他前面那个行长周道炯就是王岐山老丈人姚依林的马仔，就王岐山他没有老丈人姚依林啊，那就是一废物嘛，和薄熙来拼爹一样，他拼老丈人，啥本事没有，就靠着姚依林和朱镕基呀。朱镕基就是唱红打黑的总后台啊，这些都是国务院周恩来陈云系统的。好的，谢谢大家。